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跟我们多多的互动交流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纪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是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继文兄。何荣好，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uss， 大家好。好，今天跟3位老师来看的，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2月28号这一天呢，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出兵攻击了伊朗，到现在已经打了1个礼拜了，到底什么时候会落幕？现在还是众说纷纭。那中东的战火呢，也因为这场攻击行动持续延烧当中。美国原本预期呢是要进行一场快速的战争啊，它的剧本呢其实是斩首伊朗高层，然后空袭进行压制，导弹打击迅速拿到制空权，歼灭所有伊朗的海军，就是要摧毁所有伊朗的反击能力，让伊朗投降认输，回到谈判桌上。但有个问题是，美国或川普会不会太过理想了？目前在战场上的发展呢，显然没有这么简单。虽然美军方面是宣称，他们最近呢，根据数据显示啊，伊朗的飞弹反击发射量已经减少了80%以上。美国海军呢，也集成了30多艘的这个伊朗船舰，战场的优势正在扩大。但在另一边呢，也看到伊朗呢连续发动了几波的攻击，那明显的就是要来报复美国，特别瞄准了美军基地来打击啊，像是导弹击中卡达的铺路爪的雷达，那摧毁多地的美军雷达系统，还有呢，就是在中东第3套的萨德防空系统被伊朗给击毁。无人机跟飞弹也袭击了美国跟以色列总共有27处的基地。伊朗方面也宣称动用了卡德尔380这个导弹呢，击中了美国驱逐舰，但是这个消息呢被美方否认。那更关键的是，原本讲说打4天，到最后川普呢改口说4周，现在呢看的是更久哈，因为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o 评估啊，至少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可能会打100天，甚至可能会拖到9月。所以现在关键时间2个，一个是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武器弹药。那原本计划当中的这个美国认为的快速胜利啊，现在就是跟时间在赛跑。我们也来看一下川普。那他特别在最新的发文呢，他在他的 Truth Social 这个社群网站上面呢，他就说，除非伊朗无条件的投降，否则 no big deal 哦，不用谈了，那没有任何的 deal 可以跟他们谈。所以大使啊，这个美国我们知道他们向来都是速战速决，然后这次呢打伊朗是像快打旋风一样哈，就打了，就是希望能够在短时间完全瘫痪伊朗的反击战力啊，但是这几天听到美国一直在强调是，从飞弹的发射量，从他们所摧毁的这些军武的数量，都在讲的一件事情是，伊朗快打不下去了。但真的是如此吗？你觉得？我觉得这个就参考一下好了。现在这个媒体的报道已经变成怎么样？以前是战争中的这个宣传机器了。那这个各方都是报喜不报忧，像以色列的话，它已经就封锁消息了。那美国的话，也基本上很多真正的战场情况下，那么基本上都对美国有利的消息了。对，那所以这个现在进入到这个阶段，就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判断，对，自己的判断。那我觉得这场战争已经是一场会走上一个典型的战争的一个发展途径。他开始是用外交，然后有一方面觉得这个外交的这个工具不太管用，就把军事加起来，那就既外交又军事。然后既外交又军事的话，如果说在军事的手段那么好，外交手段、军事手段继续持续的话，那就外交手段会被完全放弃。有一方会宣示他要用展现这个战斗到底的时候，就不讲外交了。所以现在就是纯军事，那军事可能要在战场上来分一个较量出一个优劣出来了。对，那输的一方基本上这个弱势一方，你要他完全放弃武器放下投降很困难，除非你把他的这个负责人抓到了，
你把它首都占领了，哎，那这个是我们这个一般的对战争了。那如果说军事一直在相持不下的话，那双方就会进行外交，哎，跟军事两条腿共并进的，最后结束。所以现在我认为才进入到这个第3阶段，哎，这就是军事较量的阶段。当然这个时间只有短短7天了，对，从228开始嘛，到今天大概整个1个礼拜。是，那这个基本上的话，我觉得变化比较多的是川普，哎，川普事实上从他表情的变化也非常大，对。那他本来说伊朗说已经要派人跟他们谈了，后来现在他说他不谈了。我觉得不是说他愿不愿意谈，而是伊朗有没有在回应他。而且伊朗也许不愿意谈了。伊朗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不谈了。对啊，哎，就准备打了。所以就变成现在是纯军事阶段。那纯军事阶段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错觉，就是美国是什么保留实力啊。那我认为这个以这种打法的话，这一个阶段美军已经动了全力了。也就是2艘航母战斗群的力量加上以色列的这个力量，大概短短4天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国防部官员就出来了，我们攻击了2000个军事目标。你要讲2000个军事目标，那要花多少的这个出动多少架次的飞机？而且 Rubio 这个美国国务卿不是还在公开发表说 Unleash Chain 嘛？对，他用更大规模的武力来摧毁伊朗。更大规模，如果说还有真正就是说美国要更大武力的话，那我们就等着看。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出来。所以大使，你觉得美国在这个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上，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过于乐观了？超出他们原先的预期。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我不是说美军怎么评估啊，因为现在就是美国是一个独裁体制，川普一个人的意志啊。我觉得川普事实上他有赌博的成分，哎，他没有必胜，可他有赌博的成分，因为他所预期的事情都没有发生。第一个就变成把这个哈梅尼等48名伊朗的高层政军领袖移过端了以后，并没有发生伊朗的政府失灵或者崩溃瓦解，也没有发生伊朗人民大规模的这个起来推翻现政权然后迎接美国政府让川普一起来决定他们最高领袖是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对，所以这2个发展都没有出现的情况之下，那川普可能是寄望这2件事的话，那就变成就是说，那他是落空了。所以目前的发展似乎没有照着美国或者是川普的剧本在发展这个是不是超出了美方的预期呢 ？Russ， 你觉得？问题是川普在最近几天他一直在改口啊。对，没错。所以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目前都不知道。那感觉上是一种见招拆招，看到形势是怎么样，然后他立刻换另外一种说法。认真的说，至少有一个目标是很清楚，那就是要降低伊朗对周边的国家的危险。所以不管川普怎么说，不管他今天接受访问或在社区媒体这么写，对，然后明天有改口的话，但是至少有这个目标，所以即使这个神权政府继续执政的话，那美国的一个基本的目标要降低他们对周边国家，不管是波斯湾、阿拉伯国家，还有以色列的降低这个风险了。那的确是美军正在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即使结束之后，神权政府还在的话，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们的军事能力的确是会变比较弱。OK， 你讲到周边国家因为其实现在这几天大家也在看，就是说，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提到有2个非常重要的变数一个就是时间的压力，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弹药的库存时间压力上，其实不只是伊朗，特别是对美国是如此因为呢。如果这个战事呢一旦拖长的话，对于军费也好，还有包括油价、国际的压力呢，都会快速累积更重要的是，大家也知道，在11月今年年底，美国有重要的其中选举所以从时间上面来看 ，Russ 觉得哪一个时间点，你觉得必须让川普决定赶快在这个时间以前要处理好或控制下这个局势？
我觉得是在将来几个月了。我的意思是说，将来几个月，川普不会希望这些问题继续进入到夏天，因为夏天之后就是选举的关键时刻。那虽然通常美国选民在夏天不会 focus 在11月初的选举，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认为选举的关键时刻就是在9月初才开始，就是投票日的倒数2个月。但是如果美军正在国外打仗的话，那当然美国选民会继续看这件事情，会关注这件事情。尤其是如果有美军伤亡的人数的话，那当然选民会很关心。而且拖下去，如果打得越久，那个伤亡可能的数字就会越有可能会增加。会增加，但是会增加多少？这个很难预测。但是只要正在打仗，那的确会有美军伤亡，这是事实，川普也知道。所以从政治的算盘来看，那当然川普会希望这次行动在几个月之内就会结束。那现在3月初啊，3月中，那他应该是希望在两三个月。我很难想象川普会希望这个战争会继续打到6、7月份。我觉得对川普来说是不希望，所以不能拖过6月。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呢，那回到这个胜选政府这个问题，我要不要所谓的 regime change 反政府的目标啊？我还是认为这个对川普来说不是第一个目标，如果有的话，美国是很欢迎，但是会比如说会派地面部队来推翻政府，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而且我认为川普是希望在6月初左右前就会结束。那如果这个目标没有达成的话，你觉得到时候川普会不会再用另外一个方式让自己有一个台阶下，就是直接又在讲？战略目标已经达成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交接给这个以色列，继续的完成这个目标。当然，不管怎么样，川普会说目标都达成了，这个我们都可以预测了。不管当天情况是怎么样，不管比如说伊朗军方手上还有多少枚飞弹 ，OK， 还有多少架战机等等。不管这个胜选政府还在，那当然到时候川普会说我今天决定结束。我们目标都达成了，他一定会这样说。好，所以一个直接的问题，你简答就好了，就是现在的局面是不是美国或者是川普始料未及的？他没有预料到会演变成现在这个状况，是吗？我不会这么说。你不认为 ？OK， 因为不管川普接受访问或在社群媒体写什么，他当然知道打仗不是那么容易。好。但现在因为川普呢，大家这几天也在问到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会不会发动地面作战哈？但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看到川普也是一样哈，他的说法就是一改再改啊。先前说不排除，但是最近也说呢有点保留哈，说出兵是浪费时间，甚至呢他还放话说呢要扶持库德族的民兵对伊朗发动地面支援，但是现在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回应。好，大西洋月刊呢就指出，伊朗战事正在暴露美国军事能力的衰退迹象啊，这代表美军战斗力不如以往。另一方面，也使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包括传统上美国的盟国呢都表态不会参与。像西班牙，我们举其中一个，西班牙呢就是坚持不开放基地让美军来使用哈。所以回到一个简单的问题，纪文兄觉得为什么发动地面战会这么的困难，会让美军暴露在多大的风险下？我想，首先最明确就是这个美军2021年才从中东地区这个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嘛，特别是阿富汗。然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打了20年哦，美国人的这个消耗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包括有人估计整个阿富汗20年占领时间2.26兆的美元的支出，而且那时候一些资料数据就是平均每个月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费是120亿美元。天哪，大动！这个对美国来讲，大量的国家资源的消耗哦。而且大家注意到，美国总共有军人投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大概是前后400万的这个军人。这些军人退伍以后，相关的包括有伤残，有可能战场的创伤，
还各种福利后来的照顾。那2020年的时候，估计大概整个支出其实也很惊人，大概2兆美元左右，而且这笔费用随着时间拖越长会水涨船高。大概2050年的时候，这些上在的这个曾参战过的军人花费大概还要6.5兆美元。是，那这就明摆着这些用兵是非常昂贵，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伊朗是一个大国。164万平方公里，那是台湾的大概，台湾才36000嘛，台湾的45倍。对，那这样的一个国家，再加上地形很复杂，有1/3是高山和沙漠，然后平原其实不多，也因此你美国要派多少军队介入，我单单就以另外一个国家做这个比较，像乌克兰45万平方公里，是台湾的大概16倍。那2025年的数据，俄军投入在乌克兰战场在70万人，试想164万这平方公里的这个伊朗，美国要投入多少地面部队？那美国的地面部队就2025年的数据，陆军大概45万，再加上后备部队和这个国民兵，大概还有40到50万之间。那陆战队大概16到17万，你要多少比重要用在这个伊朗这个地方？因此，就伊朗的整个国家地理状况、它的地形，还有你美国的能动用多少的军队，再加上刚才有讲到这个弹药问题，哇，这个对美国来讲，如果要打这样一个规模的地面战争，我认为以他目前的准备时间是严重不够。因此，这个我普遍认为是美国积极要避免这个部分，因此宁愿去收买库德人帮他打地面战争。我认为在理性的思维范围里面，他是不会派美军地面部队介入的，所以发动地面战的可能性是极低啊，极低。那这2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我进一步请教你啊，因为张金义啊这位现在常驻在中东的记者啊，他就提出了他的观点。那他说呢，这个美伊两国现在有传出说，为了要快点打趴伊朗，不排除考虑要动用战术性的核武啊，但是如果一旦动用的话，这个兹事体大，你怎么看？我认为战术性核武是不太可能，特别是这个俄乌战争打到这个份上，那俄国人也常常暗示，说我要不排除用战术核武，但打到现在，哪怕攻坚几个绞肉机般的战役，我们也可以看到俄国人其实没有动用战术核武，因为毕竟这是他潘朵拉的魔盒，没错。如果一旦打开，这个后来的战事升级远非你战前所想象和计划。因此，这个红线，我认为不只是俄国人，我想美国人、以色列人，他对于这个重要的红线也是不敢轻易碰触。是，确实啊，因为如果真的是动用了战术性的核武的话，恐怕我们真的要想的是，会不会因此而引发第3次的世界大战啊？但是现在在伊朗的这个整个战场上的局势呢，确实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当初所想的伊朗其实蛮好打的，事实上并非如此。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继续来看现在中东局势，美国这次攻击伊朗呢，除了聚焦在空袭还有呢飞弹上的对抗之外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在战场上的消耗战。我们刚刚从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时间跟弹药是一个2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当然不可否认的，美军非常的强大，他们具有压倒性的这些空军跟海军的优势，所以现在呢，伊朗所采取的对战方式也有改变，并不是硬碰硬，而是另外一种战争的模式拖自决，拖什么呢？拖时间，拖弹药，拖垮经济。这2天呢，在战场上呢出现3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就是伊朗大量使用无人机跟低成本的飞弹。第二就是呢，攻击节奏变成了高频率、小规模，采取多点打击。第3呢，就是指挥体系采取去中心化的作战决策模式。
而这套战略呢，其实是多年来伊朗所建立的马赛克防御体系啊。它的核心概念是指挥体系去中心化，让各个小单位可以自主作战，多点分散打击。换句话说，就是中央指挥系统如果一旦被打击，各个单位仍然可以独立作战跟反击啊，采取自己的作战策略。好，那这个马赛克防御还有包括像伊朗现在强调，在这一个礼拜我们看到，其实就是一种标准的不对称的作战模式哈，用来对付美国，让战事继续的拖下去哈。美国真的是会难以应付嘛？基文，我认为伊朗这次这个作战打得有来有往主要是鉴于过去2-3年以色列和周边的一些国家冲突所思考的一个新的应对一个模式而且证明是非常的有效。那我们再回顾一下之前以色列对包括真主党。包括对哈马斯，其实都采取一个攻击前的斩首作战这个新模式，借由精准猎杀来瘫痪你的对手这个大脑。那在去年这个6月的时候，这个12日战争，其实这个伊朗也遭受以色列这种精准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当时大家都这个还印象深刻。很多革命卫队的重要指挥官或者他核科学家，其实当场被击杀对，因此如何分散他的指挥体系，去中心化，然后扁平化，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马赛克的作战模式，变成他一个维持他基本国家运作和军事反击一个重要的应对手段。因此就目前来讲，已经把全国31个省划为这个31个军区。然后各军区的指挥官负有按计划实施反击和对目标实施攻击这样的一个作业的能力，这个就让美国和以色列难以对这种31个就是军事这个点，实施一个这个一网成擒式的打击。因此你瘫痪几个点，别的点还是可以有效攻击，就是单独作战。对，然后而且这个伊朗。结合这个12日战争的经验，就是利用各种弹道飞弹、各形式的飞弹和无人机，大量对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美军基地实施攻击。特别是对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实施攻击，这是和之前12日战争不一样的地方。但共同的就是以这个小规模、多频次、然后多点的方式攻击，让的对手难以有效实施这个防御和实施反击。那这状况其实就目前来看只要弹药，特别是弹道飞弹维持一定的数量，尤其是这种高超音速、这个突防性强的飞弹，还有一定的量，可以保有你的实时打击能力。再辅以你大量廉价、那管多可消耗的这种无人机，如果持续去应对的话，它可以把时间加很长。特别我认为无人机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关键，它可以遂行伊朗本身带有人民战争特色的一个作战的模式。人民战争以前大家说小米加步枪，现在人民战争变成低廉价、可大量消耗、可大量使用无人机，变成你的人民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利器。对这个部分我认为伊朗在这个部分是有优势的。毕竟之前像见证者这种无人机，大家认为有效，而且可以大量消耗。那在对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攻击和反击里面，也确实让这些国家平白耗掉大量昂贵的防空飞弹来进行拦截。这个策略我认为应对来讲，确实是他手上一个很好用的一个王牌。对无人机的话，这个根据外媒的报道，2万美金左右那跟你这个防空飞弹动辄几百万的，那当然这样划得来那所以就用这样的消耗战。所以刚刚静文兄提到的是，现在关键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看他们的库存弹药的库存。那当然呢，另外有一个关注的发展就是全球现在恐怕还要小心的是这个战场它的效应会不会外溢会不会不只是在中东、在伊朗这个战地而已？那最近几天呢，美国境内也接连看到发生了多起大型的枪击事件，而部分案件呢，甚至被怀疑有可能涉及极端组织。因为最近听到了99岁的伊朗宗教领袖大阿亚图舍拉子，他就公开宣布，他呼吁全球的穆斯林对美国跟以色列发动宗教圣战。而路透社也引述了德国官员的说法，指出伊朗可能动用潜伏在欧洲的休眠细胞展开报复的行动。
所以如果是以宗教作为号召，其实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呢，如果有这种对于宗教极度狂热的，特别是极端的伊斯兰分子的话，在各地发动恐怖攻击，那这场战争恐怕就不只是局限在伊朗跟中东地区了。大使怎么看？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担忧啦。那其实这一次欧洲在这场战争里面，大部分都没站在美国这一边啊，就是因为它国内的这个所谓的民族比例的问题。那欧洲尤其西欧，它国内的总人口里面，很多国家它的这个回教徒的比例都已经接近10%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口构成的部分。而且更进一步的就是说，这些国家，法国、比利时很多国家，英国，他们这些回教徒已经不是第一代移民了，他可能第2代，可能第3代。所以在上一波的美国这个反恐攻击的时候啊，他们就发现所有这种所谓的原生恐怖主义者，那个不是只有在这个中东地区，在英国有，在法国也有。所以原生是什么？就他在英国出生的，他在法国出生的，这很难掌握了。他基本上他不是拿着中东国家的护照，他拿的是英国的护照，他拿的是法国的护照，本身就是法国或英国的公民了。对，就跟那个回教原子主义的时候，那时候出生，那时候中国大陆那个维族，对不对？那个所谓的东突运动，他们也加入了，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这个宗教的动员的时候啊，或者是打圣战的时候啊。那你只要给他一些事证，有这个例子出来的话，他发觉他们是因为宗教原因受到这个异教的迫害的话，那这种风潮就很容易被这个所以煽动起来，点燃。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忧。我觉得欧洲国家，尤其西欧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态度很保留，就是因为这个考量。这是重要考量之一啦。那美国事实上前一阵在德州也已经发生了。也是一位回教背景的吧，那么他也进行这种无差别的攻击，对于这些无差别在这种公共场合射击了。美国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已经进入到美国境内的，基本上，可能他们在这个社会，尤其在川普执政以后对于这个社会的这种容忍度多元化的这种价值、多元化族群这种观念的某种程度感觉到有一点开倒车的情况下，我觉得会因为伊朗这件事情，再加上伊朗的宗教领袖这样子的一个动员的话，这个所谓的休眠细胞这个苏醒，这个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非常危险。而且我马上可以想到，就是说，万一真的发生了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对于全球旅游观光，这是会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任何战争其实呢，刚刚也特别点到有一个重点就是对于交战的各方呢，弹药的库存是非常关键的美国弹药库存呢，当然因为这次的军事行动呢，也在快速消耗当中。可是呢，你也看到川普呢，他最近的发文一个最新的发文，他说呢，他已经跟这国防相关的一些制造厂商呢，都进行了非常良好的会议呢。言下之意就是告诉大家说，美国呢，不用担心弹药短缺的问题甚至如果真的不够的话怎么办呢？就调弹药到中东地区就好了。但是伊朗现在采取的策略呢，被外界形容说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战术，叫千刀万剐也就是不断的发射低成本无人机。那刚才纪文兄也特别提到了无人机未来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还有呢，就是持续消耗对方高价的防空飞弹，把战争变成了一场成本竞赛。现在美国弹药库存出现压力这2天也波及到了南韩，因为根据韩国的外长证实呢，美方正在商谈要调动驻韩美军的系统，包括像是这个萨德要来支援中东。我先问一个问题美国如果真的要调南韩的萨德的话，是南韩说不就可以了吗？还是我认为，如果美国正式提这个要求给南韩，南韩不得不说呀，毕竟他们是盟友了，没错。然后最重要的无法说不嘛，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就是美国了。所以虽然这个南韩总统是比较偏左了，那我认为。他基本上的态度，即使他没有公开说，他也是反对美国这次在伊朗的行动但是他不会那么直接，他不敢
不敢那么直接批评美国，可能性真的不大。他也要考虑到贸易方面，因为不知道，虽然他们两国有达成贸易协定啊，去年就有了，但是川普已经说得很清楚，比如说西班牙最近批评美国，川普说会使用贸易方面的报复行动，来应对西班牙的批评，所以南韩总统也要考虑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真的有提这个要求的话，那南韩不得不同意。但是如果因此而使得东亚这边的防卫弱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一个暂时性的调动而已，暂时调动，这当然是暂时了，所以够久了就会调回到南韩，而且南韩国防预算也是一年到一年都是在增加了，不管是他们国内制造或购买美国的武器，所以我觉得暂时调动这个系统。不会造成南韩的国防安全太大的问题，大家都也知道了。好，但是对美国来说，可以有这个算是补助吧，这个系统当然在美国正在中东打仗的情况的话，这个是算是很大的帮助。OK， 刚刚 Russ 有特别提到说，我们有讨论到时间的问题啊，那所以接下来你觉得美国的打法会是如何啊？因为时间会是一个越拖越久的话，其实对美方是越不利的哈。那当然，伊朗希望尽量把时间往后拖。我们也刚刚讲到说，这一场战争变成了一种是在成本之间的竞赛。当然也看到了美国呢如法炮制，就是呢用无人机，也是低价的无人机呢去骚扰跟这个摧毁这个相关的防空系统哈，是让伊朗防不胜防。那换作如果现在是美国陷入这个成本的困境的话，刚才基文兄有提到说，价值2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就拼你这个400万美元的爱国者飞弹来拦截的话，美国自己的反制之道是什么呢？你觉得？这方面，我觉得川普说实在一点不在乎了。第一，今年的国防预算是有增加很多钱嘛，就是共和党国会议员配合，那所以预算上，我觉得川普根本没有这个担忧，所以他不会考虑到Patriot 的飞弹一枚多少钱，这个这么细的问题，或者每天整个美军在打仗的已经有新闻说是每天多少钱呢？我觉得川普不会考虑这一点，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所以我还是认为川普会看其中选举还有整个情况，比如说油价有没有受到影响，然后中东国家是怎么看？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这些，对川普来说，他认为这些国家虽然 relationship 关系是没有达到以色列那么密切，但是川普跟这些国家的关系还是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他去年刚上任就去访问，对不对？他们都有投资承诺投资美国很多钱等等，所以川普也是会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就决定什么时候要结束了。所以他会看整个情况。好，所以 Russ 觉得成本不是问题，基文兄觉得也同意吗？我觉得成本对于美国，它还是必须要考虑的，特别是不只是成本，还有库存。美国它的目前工业生产能力能否快速弥补库存？尤其是美国是世界性的军力，它不会只考虑到中东地区、东亚地区，它要不要防御和面对和中国大陆的大国竞争。因此在衡量的这个同时，它不只要考虑成本，还要考虑它的弹药这个安全库存，维持战备之所需。因此我认为这个相互牵动之下，那美国会更要求他的盟国，比如给予巨大的经济政治压力，要求盟国来分摊他一些防御。对，虽然像欧洲国家很多都说这不关我的事，这你美国自己事。但面对波斯湾国家，特别和欧洲也很有关系这些国家的要求之下，那目前已经有部分欧洲国家说我愿意提供一些防御，但这些防御是海湾国家各自买单，还是欧洲国家自掏腰包帮你防御？这个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这个答案。对，但总体来讲，这个资金的支出或者成本
不只是美国，欧洲国家也是这个算盘打得很精对明。你讲到重点哈，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回来讨论，就是这个现在在伊朗的战事会不会进一步连带牵动到让俄乌战争有可能产生一个比较巨大的变化？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